基本上堵的都是一些货运火车。问题出在这儿啊，这个货运火车它的生意太好了，那么在山上我们也不能去建设一个货运港口来分担一下它的运货量，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货运火车呢从左边再开一条通道。这个人口多的话，有的时候就这样不停的让我们去治理这个交通的现象。开一个路口以后啊，咱们想一下，从这儿也走一条地下吧，走个隧道。牵出来以后，我们再把这个铁路去做几个小盘旋，哇，这看起来好像挺壮观的样子。火车进山铁里面了，是吧？这就是我不太喜欢在山上去做交通的一个原因啊，这高低差异现在有点太大了。来吧，我们就从这个位置呢，现在打一个圆圈，慢慢的让它下来。一会儿让它通车没有问题啊，但是大家就不要说这个合理不合理的问题了，在现实里这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在我们游戏里的话，这个城市的收入是花不完的，所以我们怎么建都行。基本上这样是没有问题的啊。我们现在可以把游戏继续了，某些不合适的节点呢，再稍微的把它调整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和我们自带的这个火车道路呢，直接去连接一下。哇，由于这个高度好像还有点差异啊，所以我们需要把它稍微拉得远一点，这样，再从这里做一个平滑。这边的高度呢，目前差异会更加的明显一点，所以呢，我们需要把它拉得更远一点。哎，已经有火车上去了，在我们建设的时候。哎，这一下火车少走了很多路程啊！一会儿我们再把这条火车道呢，把它的限速稍微取消一下。哇，还有火车下来了，我们抓紧时间把左边的线路给连接了啊！我现在等不及了。可惜我现在模组和资产太多，加速功能已经失效了。不过我们从这个位置来看的话，也是非常壮观的。那么这个地方就太帅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左下角的游戏时间，现在是2141年的11月8号，跟刚才比起来是不是过了好几年？是因为我挂机又挂了一下午，我发现现在还是没有房子需求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我们不管怎么去建设啊，它不让我们盖房子，总不能一直修路吧，是吧？对了，再来检查一下这个火车轨道啊。这火车轨道这样修建好了以后啊，大大增加了这个火车的通行效率啊。远方的话，这个时候肯定是不堵车了，我们可以去对面的山头去看一眼。好像在这儿啊，对，在这儿。你看，这里现在完全已经不堵车了。不过由于这个城市我们把这个版图现在拉的有点太大了，所以基本上建设到这样一个程度啊，就不让我盖房子了。有一些房子也废弃掉了，然后呢，一会儿为这个城市去做一个火箭，把这个火箭呢发射到一个外太空。哎，这个火箭来这个位置怎么样？这里是空的啊。本来这个火箭呢，它作为一个娱乐的设施，它还可以吸引一部分游客。所以我们把它放在山上的话，这个市民交通有点不是太方便啊。把这个马路呢从这儿先简单的沿过来，强制一个地面，就这样吧。这个火箭好像还挺大的，找一下独特建筑，火箭啾啾发射站。我去，哎，这个地方放不下来，忽略了啊，我以为这个大小是可以放得下来的。那么我们只能再找一片空地了。这里是一些山脉，什么建筑都放不了。好像我们的 CBD 旁边啊，距离高速也近，这个市民如果想过来的话，他直接开车就能过来了，不用走太远，随便开一条路口，通过右边去拉一条主干道，拉在这儿，4车道，火箭放在这儿没有问题啊。
然后把这条路口连接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放置火箭了。这火箭呢，它一会儿还要运送一些这个原材料，所以呢可能会浪费一点时间。咱们就先把它放在这儿，让它发展。我去，哎，我怎么总是忽略它的大小呀？然后我们把这个路口呢从这儿做一个丁字形线。OK， 再放置火箭，再放不下来我就哭了。没有问题啊，火箭从这个位置去发射。怎么跟我印象里这个火箭的造型不太一样啊？你看下方我记得是一片水泥地，然后它需要水电的话，旁边我记得正好是有一个水源的，这个水源没有做到全覆盖。咱们看一下这个远处的电源好像太远了。那在这儿啊，我们先随便放一个太阳能发电板，放在它的火箭内部吧。这个建筑也不太高，一个就够用了。现在每周维护的费用1200。这个火箭它的进度啊，它是需要我们的一些废品厂了，还有一些普通的工业啊，他们会把那些原材料运送到这个发射站。我们现在也不能加速，因为我们现在加速的功能已经失效了。不过为了提前把这个游客吸引到这个位置呢，我们是可以先在旁边去放置一些，我说去放置一些停车位的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刚建设的这个火箭发射场啊，停了这么多汽车。在对面也可以修一个稍微大型一点的，因为这个停车位呢，它自带了有一部分的娱乐值，再加上我们火箭的娱乐值是多少？再看一下，火箭的娱乐值是200，可以提前把这些游客给吸引过来，是吧？从这儿来，对面可以来2个，影响旁边的铁路吗？啊，是不影响的。就是我们造景的话，这个铁路旁边是必须得加一个围栏的。那么停车位在这个选项里面，8×2，先检查一下它的大小。8×2的话，后方再加一个4×2，不是2个3×2，差不多，就这样放置吧。有一个车辆已经过来了，这个车辆呢是我们的回收中心，它会把矿石产品运送到我们的发射站。运送过来之后呢，这个进度条会增长一点点，不过现在只过来1辆车，杯水车薪啊。这停车位在这儿，我们把它对齐，又过来了3辆车。只要有汽车过来啊，说明我们就成功了一大半。3×2，他们可能是我们工厂旁边的回收中心。哎，我发现这个运钞车啊，不，怎么说运钞车？这个运矿车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回收中心啊。再检查一下这个进度啊，进度现在才增长了一点点，这有多少？5%。那么我们现在趁着这个发射进度还没有增长啊，可以把旁边呢看一下怎么样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过来，是吧？让这个发射站看起来挺有钱的样子。然后我们把这条路呢先往前方去延伸一点点，然后再通过它去掏一条隧道。通过这条隧道呢，我们把它延伸到发射站的另外一个方向，再把它掏出来。然后我们现在装饰的话，就围绕着这个发射站去拉几条直线就可以了。至于下方呢，我们来一点现成的集装箱，这个集装箱呢也自带了50的娱乐值，它也是可以吸引一部分游客的。尽量把前方的这个停车场呢全部给它利用上。然后前方我们去放置的话，你比如说这个娱乐设施、公园广场的建筑，可以多放一点的，这个地方无所谓了。这个熊猫公园放在这儿就当成一个后院怎么样？我们不把它单独的作为一个建筑啊，就把它归类为这个发射站的一个后花园。但这个熊猫公园其实把它放在山上会比较漂亮一点。但是我们这个地图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，再建设的话，按照现在我们这个游戏增长的一个进度啊，我就是2天估计也更新不了一期了。所以我们就把那些没有放置的建筑啊放在这里去观察一下，方便我们下一个地图去构思怎么去建造啊。来，再来看一下这个进度啊。我去，这个进度也太慢了。我这样啊，我后期我把这个视频给加速一下，等这个进度差不多了以后啊，可以直接把它发射。
这样是正确的。我们把前门呢这个停车场啊稍微用围栏遮挡了一点点，然后进入工业区呢，有一些游客啊，他们想去游玩的话，也可以来到前方左转进隧道。从隧道出来以后啊，这里还有一个小花园，就当成这个火箭发射基地的一个小后院，是吧？当然这里有一些货物应该也是正常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我们游戏的时间，现在是2143年，也就是说我又挂机挂了2个小时，然后这个火箭的进度条才可以发射。那么我们来到前方去检查一下啊，这个时候游客量才62，但这个时候发射肯定是赔钱的，但是没有办法，等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就给大家先看一眼吧。点火，我去，吓我一跳！哇，马上等它升高了以后啊，可以看一下我们城市的全景。哎，不过这个距离在我们游戏里面是非常壮观的。如果说我们不依靠模组的话，这个游戏的高度很难升高到这样一个程度。哎，我是不是还没下来？